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红湖战机》。这款游戏又叫做《红鹰战机》，但是我玩的是一个改版。这个改版主要就是把原版竖版的画面改成了横版。游戏的名字也进行了改动。改版叫做文斯战机。基本的玩法没变。游戏一共能够选择4个战机，分别来自4个不同的国家。听到这个设定，可能很多小伙伴就想起了4国战机。但这款游戏的出品时间就比较晚了，原版的话1997年发售的，改版要更晚一点。游戏的流程一共是8关，其中第8关是一个 BOSS Rush 的环节。所有的 BOSS 都是之前出场过的。我现在捡到了僚机，僚机有2种，一种是2个小飞机向下方扔炸弹，另外一种就是我现在用的2侧发射闪电。性能上还是区别挺大的。炸弹的话有一个延迟攻击的效果，高手可以用来定点打击。我现在用的闪电的好处是可以穿透攻击。左边给了一个小飞机，这个小飞机以后我就不用了，因为用不好啊。我感觉小飞机的僚机是高手专用啊。这里是第1关的 BOSS 战，我发动了一个蓄力攻击。4个飞机的蓄力攻击是不一样的。但我感觉我驾驶的这架蓄力攻击的威力一般。再续发给大家演示一下，没感觉输出多凶狠。这个 BOSS 真的神奇啊！尾部被打掉了还能飞。每打完1关之后，空中加油。每关开始可以续一发，因为敌人不是马上出来。这款游戏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实际上没有什么难度曲线。每一关的难度都差不多，一旦你适应了当前关卡的强度，那离通关也就不远了。并且这款游戏的 BOSS 是越打越弱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 BOSS 的设计都是由很多的组件组成的。比如说，它一共是8个炮台。那你把这个炮台打完之后，这个 BOSS 就不会再发射这种子弹了。所以说 BOSS 是越打越弱。随着它零件的减少，它的攻击手段就越来越匮乏。这
个设计我感觉在当年的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回想一下玩的彩晶的打飞机的游戏 ，BOSS 一般打完一个阶段之后都会更加的疯狂，往往是越到后面的形态，子弹越密。这里的2艘船就是 BOSS 战，但这2个 BOSS 非常讨厌啊，它是不断的向后移动，移动到屏幕边缘呢，它就不吃伤害了。这里如果想速通的话，就赶紧扔炸弹；如果不想的话呢，就慢慢打，反正难度也不是很高。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想要回顾这款游戏的小伙伴，这款游戏的攻击判定和彩晶的飞行游戏设计相比，还是稍微严格一些的。就是说，它的被攻击判定几乎就是飞机贴图的大小。如果是彩晶的，感觉要小一圈。就是说，你的被攻击判定比你的贴图要稍微小一圈。至于东方系的或者弹幕类的，就更过分了。你飞机的被攻击判定几乎只有驾驶室那一小块而已。很多弹幕看起来很密，但实际上你可以轻松躲过的。但是本作这个被攻击判定，我感觉在手感上更加接近雷龙。雷龙那款游戏一共有2座，我感觉第1座更难一点。我前段时间真是练习了一下，录制了7、8次吧。目前最好的成绩是损失2架飞机，我争取练到损失1架飞机啊，然后再给大家录制。我感觉雷龙还是有一点看脸。这款游戏的难度还可以，稍微练习就能够通关。对面的弹速也不是很快。这款游戏应该是韩国公司开发的。类似的游戏我见过《守护风暴》，还有《火鹰出击》。玩法上，游戏整体给你的感觉上都差不多。BOSS 是一个大坦克，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炸弹。这个炸弹生效的时间真的太短了。目前来看，这个战车至少是7、8个组件。其中有一个部位是弱点，打爆了的话，这个 BOSS 就爆炸了。已经打爆了3处了，后面看起来还有4个组件，中间1个。后面那2门小炮是最讨厌的，如果能够早一点把后面那2个小炮给清理了，那这个 BOSS 没有什么难度了。第4关，
前6关就能够把所有的敌方 BOSS 都打一遍了。玩惯了彩晶系的飞行射击游戏，再玩这款的话，可能真的感觉不到什么难度。已经第4关了，敌方的子弹的速度并没有变快，同屏敌人的数量也没有多到很夸张。所以像是本作还有雌虎战机这种，虽然是打飞机游戏，但投一个币可以玩半个小时左右，当年还是挺受欢迎的。这个货就是本关的 BOSS， 这里只是跟他打了一个照面。他比较讨厌的攻击方式还是那2门小炮，发射的是散弹。那种攻击在本作是最难躲的，因为你钻空隙的话，实际上很难。玩彩晶的游戏，那样的空隙你能钻过去，但是本作就不一定了。这个 BOSS 还是讲打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绕后，绕完了之后呢，要躲一下它中间的非常快速的子弹。我的炸弹数量还可以，有4个，前面放的少。机翼上的4门小炮都打完了，这个 BOSS 就没有任何威胁了。有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款游戏是有着类似实弹的判定的，但它又不是。你把敌方的一些大型单位打爆之后，不要以为就安全了，有些时候它是会发射出来子弹的，这应该是游戏内部机制的问题。就是虽然它爆炸了，但是这个单位还没有被判定消失，还能够发动攻击。这个小飞机很遗憾啊，我不能捡。我不捡小飞机的僚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发射的炸弹爆炸的效果非常夸张，很多时候会干扰你的视线。当年有一些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是有这个问题的，不仅是僚机的攻击方式，有些时候甚至主机发射的子弹都会让画面变得更加混乱。所以像这种打飞机的游戏，太华丽的话也不好。刚才这个坦克爆炸之前就又发射了一轮子弹，虽然它已经在爆炸了。我选择的这个战机是 T38， 发射的常规子弹看起来很大，我感觉这个贴图可以改小一点，像雷电常规的那种子弹看起来就非常舒服。这里已经是第5关了，难度感觉和第1关没什么区别。
我记得后来出的很多飞行射击游戏都加入了什么动态的难度系统，比如说如果玩家长时间没挂的话，或者使用的等级高的武器时间比较长了，或者是开枪的次数多了，那游戏的难度可能都会上升。我感觉实在是对普通的玩家不够友好。什么烂机制啊！打飞机就要让玩家打得爽一点啊。BOSS 的组件基本上都被拆了，那现在它只剩下一种攻击方式了。又打出来一个 P， 那说明刚才又被拆了一个组件，但是这个组件好像是没有攻击方式。我已经忘了打到第几关了，是不是第6关了？看一眼，确实。第6关的 BOSS 我有印象，是2辆战车。当年我见到这2辆战车的时候，就让我想起了一款远古的飞行射击游戏——老虎战机，也叫老虎直升机。之前我也给大家录制过。那款游戏可能是我在街机平台见到的最早的飞行射击游戏之一。另一款是雅达利平台的了，叫《运河大战》。比较巧的是，《运河大战》发售于1982年，和我同龄啊。另外，我刚才提到的老虎直升机发售时间应该是1985年。所以我玩过的有的游戏已经40多岁了。前几年还有小伙伴给我留言啊，说大叔你不能玩点新游戏，你为什么玩的都是这些20年前的游戏？20年前是什么概念？是2000几年。在我看来，2000年之后推出的游戏都是新游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也知道，我录制的游戏95%都是2000年之前的，因为这个时候也是红白机平台、街机平台的黄金时期啊。当然了，现在有一些个别的独立开发者或者是工作室也在做红白机平台或者超人平台或者是世嘉平台的游戏。我刚才说的世嘉平台指的是世嘉 MD。这里是 BOSS 战了，这2个 BOSS 每一个单拿出来都好对付，但2个一起出现就不太好办了。下方的这个坦克子弹比较快，它的攻击逻辑就是一个3项的子弹，其中中间的这项瞄准的是你目前所在的位置，所以说每次它发射子弹的时候，你进行一个机位的移动就可以了。后面是第7关了吧？打了一大半儿。飞机游戏还是不要打得太久，我感觉半个小时也就是极限了。
太长的话，无论体力还是精力都顶不住啊。我估计当年在街机平台玩飞行射击游戏水平一般的小伙伴都有一个体会，就是有一些 BOSS 啊，上来之后你还能跟他僵持个20秒左右或者30秒左右，但一旦时间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没有炸弹的情况下就会被打爆了。所以你面对的 BOSS 如果血量不多，你可以快速的把它干掉的话，它的威胁性就没那么高了。这个战车上一关刚刚出现，在这儿很快就被打爆了。我这个蓄力松手早了呀，几乎就是白蓄了。炸弹还是建议最后打 BOSS 的时候留2发左右的，因为最后会出现一个这款游戏的难度瓶颈，同时出现3个 BOSS。打这个船大家应该看出来了，我是占了安全位。刚才出现了贴图的错误，背景消失了。这个 BOSS 之前也打过，打这个 BOSS 我是必须放炸弹。但是根据我的体会啊，虽然咱们飞机的被攻击判定和贴图的大小差不多，但是 BOSS 扔出来的这些空中移动比较缓慢的雷，它的攻击判定要小很多，也就相当于一颗小子弹，所以这个空隙还是可以钻的。这个家伙我放了3个炸弹吧，有点浪费了呀。后面的第8关，也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咱们将面对大量的 BOSS， 上来就给了一个。这次出场他的血量就没有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厚了，要好打得多。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被它爆炸之后偷袭了。这2门小炮真的是讨厌，每次躲的话我都要往边缘移动。打这个 BOSS 要注意，它的尾部是能掉下来的。刚刚连续出现了2次贴图错误。我现在只有1个炸弹了，要节约一下了。我之前说这些 BOSS 的血量是第一次出场的1半，我感觉好像都没有1半。飞机出场之后，下面的坦克就打不出来子弹了。
不过它往上移动，后面还有2个战车。我只剩下1个炸弹了，找机会放了。最好呢是能把那2个战车带走，这样的话游戏就简单了。这2个战车幸亏发射的是同样的子弹，如果是不一样的话，那就难办了。因为2个战车我可以应对，但是再加上1个飞机的话，就只能放炸弹。现在这个情况就约等于通关了。BOSS 只剩下1种攻击方式，而且没有任何的威胁。虽然是最后一关，但敌方的子弹速度还是不快。打完，那好吧，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红裤战机》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